如果我告訴你，過去200年，從1825年倫敦的迷霧，到1929年華爾街的崩盤，再到1971年美元脫離金本位，1997年亞洲被金融海嘯席捲，2008年次貸風暴凍結全球信貸，直到2020年疫情按下全球暫停鍵，這些一次次震動世界的危機，從來不只是天災或偶然，更像是一場又一場有劇本的財富大搬家，一次次權力版圖的重寫，以及一遍遍系統重置。表面上，他們被解釋成經濟周期市場失誤黑天鵝事件，新聞裡永遠充滿出乎意料市場情緒這樣的字眼。但當你把時間線真正串起來，你會發現一個讓人背脊發涼的規律：每一次崩盤，普通人失去的是房子、工作、積蓄和尊嚴，而少數人卻在廢墟上以極低價格悄悄把世界最核心的資產收進自己口袋，下一輪繁榮再從他們手裡發射出去。1825年的倫敦是世界金庫，蒸汽機晝夜轟鳴，殖民地的棉花、黃金、香料源源不斷運來，港口像永不停歇的機器。咖啡館裡談論的不是明天吃什麼，而是下一筆投資能賺幾倍。所有人都相信繁榮會一直持續下去，沒人願意相信這麼好的時代會突然結束。然而，就在這種集體樂觀之下，人類第一場全球債務泡沫已經吹到極限。剛從西班牙手裡獨立出來的拉美新興國家，急着修鐵路、建港口、組軍隊，想擺脫落後殖民地的命運，卻沒有錢。答案來自倫敦。金融家們瘋狂承銷這些新國家的債券，各種小報大肆宣傳拉美是新的黃金海岸，這是普通人一生一次的機會。銀行、貴族、商人，甚至普通工人都湧進去買債，全世界的儲蓄被裝進同一列高速列車。泡沫不會提前發通知，也不會禮貌提醒你該下車了。1825年，阿根廷率先宣布還不起錢了，緊接着的智利、秘魯、哥倫比亞相繼違約，倫敦立刻從狂歡變成地獄。銀行被擠兌，企業倒閉，工廠停工，1/4的銀行在幾個月內關門。英國第一次嘗到金融全球化崩盤的滋味。那些曾經被稱為有遠見的投資者，在幾週之內變成一文不名的破產者。街上的馬車越來越少，工廠的煙囪停止冒煙，失業工人擠滿救濟隊伍。人們以為財富蒸發了，但對少數人來說，真正的機會才剛剛開始。當街上擠滿排隊取款的人，當所有人恐慌拋售資產時，內森、羅斯柴爾德已經提前在高位拋掉最危險的籌碼，現在反過來用白菜價悄悄買入優質企業、礦山、鐵路和大片土地。危機並沒有讓財富消失，它只是把財富從千萬人手中集中到了極少數人的賬本上，也第一次向世界展示，恐慌是最順手的財富轉移工具。時間快進到1920年代的美國，那是被稱為咆哮的20年代的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技術飛躍，汽車、電燈、流水線讓人類第一次相信明天一定會更好。股市變成全民賭場，連擦鞋童都在談論哪隻股票會漲。普通人貸款買股，銀行大方提供槓桿，只要付出10%的保證金，就能撬動10倍的籌碼。報紙上每天都是新高機會黃金10年，仿佛只要不進場就是辜負時代。消費主義膨脹，城市的霓虹燈照亮夜空，人們在音樂和酒精裡慶祝永恆繁榮。沒人願意多想一句，如果有一天這一切戛然而止，會發生什麼？某天，華爾街大佬聽見幫他擦鞋的小孩興奮地推薦鋼鐵股，說我昨天買的，今天又漲了。他沉默片刻，轉頭對助手說，如果連擦鞋童都知道該買什麼股票，我們就該離場了。這句話其實宣告了瘋狂已經來到峰值。當一個市場變成全民參與的賭場，當每個人都堅信這次不一樣，往往就是危險的時刻。與此同時，美國最強大的金融家族已經開始靜悄悄撤退，大規模拋售股票和資產，把現金收回口袋，像暴風雨前把船拖上岸。1929年黑色星期四，
股價像被切斷繩索的電梯一樣直線墜落，保證金合約被強制平倉，引發連鎖踩踏。隨後而來的大蕭條讓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破產失業，企業倒閉，農民賣不出莊稼，城市裡排隊領麵包的人龍綿延數公里。可當塵埃落定，誰控制了銀行、鐵路、電力、鋼鐵和能源？答案依舊是那幾個寡頭家族。對普通人來說，那是一場摧毀一代人生活的災難；對少數人來說，那是一場徹底重組經濟所有權的機會。危機的作用再次清晰，它讓資產和權力從分散所有變成高度集中。如果說1825年和1929年强者還只是等待危機、利用危機的人，那麼從1971年開始登場的是完全不同的一批角色，他們不再只是危機的觀察者，而是危機的設計師。尼克松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鈎的那天起，美元從可以兌換黃金的紙變成只靠信任支撐的全球負債單位。這意味着美國可以在不增加黃金儲備的前提下，不斷發行美元，把自己的通脹和債務壓力輸出給全世界，而其他國家必須賺美元、存美元，用美元買能源和關鍵商品。2年後，石油美元體系建立，全球石油只能用美元結算。想要加油、發電、發展工業，任何國家都先得拿到美元。這一步把美元需求寫死在了全世界的能源系統裡。沒有美元就買不到石油，買不到石油，經濟就難以運轉。美元被硬塞進全世界經濟的血管裡，變成一張生存許可證。與此同時，金融衍生品開始登場，期貨、期權、互換、CDS、MBS、CDO， 金融工程師像煉金術士，用層层槓桿把小小的價格波動放大好幾倍，再把風險包裝進普通人看不懂的複雜產品裡，在全球範圍內流轉。衍生品有3大魔法：可以把風險高速轉移給下一個接盤者，可以用槓桿放大收益和虧損，可以把真正的風險埋進黑箱。監管者往往看不清，普通投資者更看不懂，只能相信評級機構給出的安全等級。到了1990年代，全球衍生品名義規模已經達到10幾萬億美元，2008年前更是膨脹到數百萬億美元，遠遠超過全球 GDP。危機從自然累積的結果，變成隨時可能被引爆的定時炸彈，埋在世界金融系統的各個角落。1997年，這顆定時炸彈在亞洲點燃。泰國、韓國、馬來西亞、印尼被稱為亞洲4小龍，經濟增速驚人，股市和房價一路瘋漲，媒體把它們包裝成發展奇蹟，資本蜂擁而入。然而，表面繁榮背後是脆弱的結構，高度依賴短期外債和美元資金，本幣匯率被長期高估，金融監管落後。資本可以隨時進來賺錢，隨時逃走。大型對沖基金開始大舉做空泰銖和泰國資產，評級機構降級，媒體不斷放大利空，資金恐慌外逃，泰銖被迫大幅貶值，企業大量破產，失業率飆升，樓盤爛尾，銀行壞賬堆積成山。這場風暴很快席捲韓國、印尼、馬來西亞，成千上萬家企業倒閉，無數家庭財富被一夜抹去，年輕人失業找不到工作，社會矛盾急劇升溫。在我們進一步探索之前，我們有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要告訴大家，我們已經開通會員功能了。現在您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大家庭，享受會員專屬影片和更多獨家內容。別忘了關注才知道，並點擊小鈴鐺，我們將繼續揭示更多關於金錢的真相，祝你迅速實現財務自由。當所有人都撐不住時，這些國家只好向 IMF 求助。IMF 開出條件，削減福利，開放市場，出售國有資產，放鬆管制，允許外資大規模收購本國銀行和關鍵企業。聽上去是結構改革，本質卻是借危機逼這些國家交出部分經濟主權，把關鍵行業和優質資產廉價賣給跨國資本。亞洲金融危機告訴世界，
危機不僅能收割個人和企業，還能成為收割國家的一把刀。本來，美國在大蕭條後立過一道防線，格拉斯蒂格尔法案，嚴格禁止商業銀行用儲戶的錢去賭博，把存款業務和高風險投資業務分開，避免銀行賺錢自己拿，虧損由全民買單。但1999年，這道用無數人血淚換來的防火牆被徹底拆除，銀行從此既能吸收存款，又能在全球市場上大舉冒險。賭贏是高管獎金和股東分紅，賭輸則可以指望政府和央行出手救助，代價由納稅人買單。危機概率被系統性抬高，而普通人從儲戶變成了籌碼，從客戶變成輸血管道。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裂，納斯達克指數從高位腰斬，美聯儲為救市把利率降到歷史低位，大量廉價資金被推入房地產。貸款標準一降再降，幾乎任何人都可以買房。那些本來根本不該獲批的高風險貸款被反复打包，做成 MBS、CDO， 貼上高收益、低風險由房價支撐的標籤，賣給全球的銀行、養老基金和保險公司。美國人以為自己在通過房價上漲躺着賺錢，卻不知道自己已經站在火山口。2008年，這些被美化過的垃圾一起引爆。雷曼兄弟倒下 ，AIG 爆倉，股市崩盤，全球陷入衰退。數以百萬計的美國家庭失去房子和工作，認為體制要崩潰了。但系統沒有崩潰，而是升級了。美聯儲和各國央行祭出零利率、量化寬鬆，大規模購買國債、公司債、房貸證券，甚至股票、ETF。央行從幕後調節者變成市場最後買家。危機越大，央行可以印越多的錢，買更多的資產，掌握更大的影響力。短短幾年，全球金融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大而不能倒的銀行活了下來，還變得更大。像貝萊德這樣的資產管理巨頭，管理規模節節攀升，成為無數公司的頭號股東。科技企業在資金洪水和數字化浪潮中成長為超級壟斷者，市值一次次突破歷史天花板。2008年不是危機的終點，而是危機時代的起點。此後，一個由三股力量共同運轉的危機加速器形成了：科技巨頭、資產管理巨頭和中央銀行。科技巨頭掌握信息、平台和數據，危機越大，人們越離不開他們。你可以少逛幾次商場，卻很難斷网；公司可以裁員，卻不敢停用雲服務和協同軟件。廣告主可以削減預算，卻更依賴投放效果最好的互聯網平台。於是，每一次危機之後，傳統行業傷痕累累，科技巨頭卻變得更強。資產管理巨頭掌管全球股權和資金流向。越來越多的普通人不再自己研究股票，而是直接買指數基金和 ETF， 以為這樣更省心、更安全。但指數基金背後的投票權、話語權集中在少數管理機構手裡，久而久之，你會發現，全世界最重要的一批公司背後站着的是同樣幾個大股東，他們可以影響公司戰略、併購方向，甚至間接影響一個國家的產業布局。中央銀行則掌控貨幣開關，用不斷加碼的寬鬆政策維繫整個系統。一旦出現風吹草動，就可以降息、放水、買債、買 ETF， 安撫市場情緒。短期看，這是在救市；長期看，整個世界被綁在低利率加高資產價格加高債務的戰車上，再也下不來。2020年疫情是這台機器的一次總壓測，表面上它是公共衛生事件，實際上卻讓整個世界經濟按下暫停鍵，企業關門，供應鏈斷裂，航班停飛，油價一度跌到負值，全球都以為這次真的完了。但很快我們看到的畫面卻是小企業大量破產，大企業、市值巨頭迅速擴張，線下商戶撐不住，線上平台變成唯一渠道，大量普通人失業降薪，而股市在央行和財政刺激下再創新高，科技公司利潤飆升，資產管理巨頭規模暴漲，
一些機構甚至直接受托幫央行買入債券和 ETF， 做到了危機操作台的核心位置。當你把1825、1929、1971、1997、2008、2020这些節點連成一條線，你會發現，危機不是偶爾出現在歷史裡的陰影，而是推動結構變化的主角。危機讓財富從分散變集中，讓權力從多點變寡頭，讓貨幣從交換媒介變成控制手段，也一步步把普通人鎖死在這套系統裡。如果把今天的世界想象成一座金字塔，大致是這樣：頂端是中央銀行，決定貨幣價格和流動性，危機越大，他們的權力越大，他們印出來的錢越多。第二層是資產管理巨頭，通過基金和 ETF 掌握全球企業的股權和資本流向，有能力在崩盤時大量抄底，在繁榮時收割收益。第三層是投行和大型金融機構，負責設計遊戲規則，創造複雜金融產品，從每一次波動中抽取手續費和價差。第四層是科技巨頭，控制信息入口、算法推薦和人類行為路徑，決定你每天看到什麼、相信什麼、買什麼。在下面是各國政府，被債務和危機逼得不斷加槓桿，只能更依賴央行和資本市場，為穩定短期局勢而妥協長期空間。最底層是普通人，承擔物價上漲、稅負、失業和資產貶值的一切後果。這套危機機器有4個核心功能：第一，清理扛不住槓桿的人和公司，把他們從牌局裡淘汰出去，讓資源重新分配；第二，把資產從千千萬萬普通家庭手裡轉移到少數機構和寡頭手上，讓所有權越來越集中；第三，通過一次次大跌制造足夠便宜的籌碼，為下一輪上漲準備燃料，讓強者可以在低位大量建倉；第四，為央行擴表、政府加槓桿提供合法理由，讓救市成為權力擴張和規則重寫的台階。對系統來說，危機不是失敗，而是循環的一部分；不是錯誤，而是功能；不是需要避免的怪物，而是需要管理利用的工具。在這個結構裡，普通人往往只有3種命運：在泡沫中被高價吸進去，在崩盤中被恐慌洗出去，在稍微恢復後被迫用更高成本重新進場。你要生活，要買房，要孩子讀書，要養老，自然得繼續工作、貸款、投資、繳稅。這些行為會不斷為系統輸送新的燃料。很多人一輩子的軌跡，就是在一次次追漲殺跌和一次次被動加槓桿裡耗盡精力，還以為只是自己運氣不好，能力不夠。未來呢？如果你願意更悲觀一點，可以這樣理解：在債務總量已經高到無法靠正常增長消化的世界裡，大規模危機幾乎是必選項。它可以通過通貨膨脹、貨幣貶值、資產價格暴跌，把賬面上永遠還不完的數字粗暴地抹掉一部分，讓系統得以繼續往前拖。下一次的導火索可能來自主權債務違約，來自人口老齡化壓垮養老金體系，來自房地產長期低迷導致銀行壞賬爆發，來自地緣衝突撕裂供應鏈，來自 AI 和自動化加速失業，來自數字貨幣取代現金之後對個人財富的全面可視化與可控化。觸發點可以不同，但劇本往往相似：先是局部問題，接着是市場恐慌，然後是資產暴跌、資本出逃，最後是史無前例的救市行動和新一輪規則升級。對個人來說，我們改變不了這條大河的流向，但至少可以調整自己在河裡的位置。你可以慢慢建立对金融和貨幣的基本理解，知道哪些風險是在悄悄累積，知道什麼時候該降低槓桿、控制負債，知道不要在別人最亢奮的時候把自己一生最重要的籌碼全都壓上去。你也可以嘗試建立多元的收入來源和資產結構，而不是把全部人生綁在一套房、一份工作、一個城市、一種貨幣上。你不會因此變成金字塔頂端的人，但至少可以不那麼輕易被每一輪恐慌推到懸崖邊上。回頭再看這條時間線，1825年，危機第一次用恐慌完成全球財富的大換手；1929年，危機把美國經濟的命脈交到少數寡頭手中；1971年，危機伴隨美元規則重寫全球貨幣秩序；1997年，危機被作為金融武器
對準一整個地區。2008年，危機成為資本與央行共同重啟系統的工具。2020年，危機變成一個加速器，讓所有強者更強。200年走到今天，我們終於可以更冷靜地說一句：危機不是世界的故障，危機就是世界的結構。而我們不是在外面看戲的人，而是這台機器裡的零件。理解這一點，並不能讓危機停止，卻能讓我們在下一次大風暴來臨時少一點盲目，多一點清醒，多一點空間，為自己和家人留下一點不那麼被動的選擇。關注我，我是才知道，帶你解鎖更多金錢的真相。